重磅消息，新加坡高层在百忙之中专程跑到海南。在全岛封关的狂欢背后，新加坡到底布了一个怎样一鱼两吃的惊天大局？停！如果你到现在还觉得网上铺天盖地都在吹海南封关马上要取代新加坡，那我劝你赶紧醒醒，你已经被网上的无脑爽文彻底洗脑了。新加坡根本没有坐以待毙，新加坡的顶级资本早就带着降维打击的商业剧本悄悄杀进了海南岛，他们正准备把海南变成自己的一台超级印钞机。你以为海南杨浦港崛起就能抢走马六甲的生意？醒醒吧！新加坡连接着全球120个国家的600多个港口，拥有全球最先进的自动化大式港口，连吊桥都是无人驾驶的，效率高得吓人。这是什么概念？这是全球海运的绝对霸主。你再看看杨浦港，目前的吞吐量只有区330万标箱，国际航线满打满算30多条，连新加坡的零头都不到，这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对手。你想靠几条新政策就掀翻别人几十年的基本盘，简直是天方夜谭。更让你意想不到的是，就在大家以为海南要自立门户的时候，新加坡樟宜机场集团早就悄悄完成了反向渗透，他们直接和海口美兰机场成立了合资公司，新方持股 49%。 从2025年1月起，他们直接拿下了美兰机场零售、餐饮、VIP 休息室整整10年的特许经营权。你以为去海南免税店疯狂剁手是在给本土经济做贡献？其实相当一部分利润早就通过合资分红的方式，合法合规地流进了新加坡人的口袋。他们根本不需要在海南建什么大港口，他们只需要把收银台搬到海南的机场里，就能舒舒服服地数钱。在很多人的眼里，现在的海南就是下一个香港，下一个迪拜。政策红利简直跟不要钱一样往下砸，鼓励类企业所得税直接砍到 15%， 个人所得税最高也就 15%。 这里有全国最短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电信、教育、医疗全面放开，甚至为了抢人，连 B 类外国人才的年龄上限都干脆取消了。这里还允许在特定区域内无障碍访问国际互联网。2025年，海南的知识产权发展指数增速拿下了全中国第一，131家总部企业排队进驻，里面光世界500强就有22家。这种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的王炸机制，听起来是不是让人热血沸腾？通俗点说，一线放开就是国外的货进海南不用交关税，不管是豪华游艇、顶尖医疗器械，还是高端加工设备，统统免税。二线管住就是海南的货进内地要收税，但岛内流通完全不设海关监管。你是不是觉得这下中国终于要在南海腹地插上一把尖刀，直接截胡东南亚的财富流了？但是朋友们，商业世界的残酷就在于，你以为的利刃，往往是别人手里的餐刀。新加坡贸工部早就把这笔账算得清清楚楚，新中自贸协定早就取消了 95% 的关税，海南的政策对新加坡现有的贸易基本盘可以说是毫发无伤。相反，海南把盘子做得越大，新加坡能吃到的过路费、管理费和金融服务费就越惊人。新加坡根本不想跟你抢地盘，人家要的是你地盘上跑出来的流水。海南越开放，新加坡的资本和专业服务机构就越能在这片处女地上疯狂吸金。咱们直接把视线聚焦到新加坡在海南的2个极其硬核的商业操作上。第一步就是刚才提到的樟宜模式输出。樟宜机场国际可不仅仅是跑来做个技术指导，人家是带着真金白银来做深度商业整合的。他们精准捕捉到了海南封关后的离岛免税红利，利用第5、第7航权的支持，把美兰机场硬生生往顶级旅游零售中心的方向爆改。他们把新加坡那一套极致的商业动线设计原封不动地搬过来，引入了全球最顶尖的奢侈品牌，同时疯狂开发连接新加坡、海口和东盟的国际航线。这招叫什么？这叫直接垄断高净值人群的消费入口。只要你落地海口，你的钱包就已经被新加坡的运营系统锁定了。第二步，
也是最致命的一招，就是利用30%增值加工政策进行跨国套利。这个政策简直是为新加坡量身定制的通关密码。政策规定，在海南进行的生产活动，只要加工增值率超过30%，进入中国内地就完全免收高昂的关税。这哪里是存量竞争？这明明是新加坡借着海南的壳，把手合法合规地伸进了中国内地的钱袋子。以前他们要把这些高端货卖到中国，动辄要交10%几甚至更高的进口关税，成本高得吓人。现在好了，在海南走一圈，建个厂镀个金，关税全免，利润直接翻倍。这套玩法，新加坡的跨国大厂早就玩得炉火纯青了。他们用最少的投资，撬动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需市场。你知道新加坡最出名的国家级象征是什么吗？去过的人都知道，是海南鸡饭。当年下南洋的海南人去的晚，肥差都被闽南人和潮汕人占了，先辈们只能去给欧洲家庭当厨师，或者开像亚坤这样的传统咖啡店。谁能想到，这种后来者的处境，反而让海南和新加坡结下了最深的血脉羁绊。到了2026年，成立了100多年的新加坡海南会馆，依然是海外互助的核心。在东南亚做生意，讲究的就是个人情世故、乡情，在这里变成了实打实的真金白银，这是欧美资本砸多少钱都买不到的超级润滑剂。所以海南对新加坡而言，根本不是什么竞争对手，而是中国双循环战略留给区域的一个庞大增长引擎。新加坡出资本，出全球供应链网络，海南出土地，出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出连接14亿人口的通道。新加坡为什么拼命支持中国加入各种高规格的数字经济和贸易协定？不仅仅是为了多做2笔生意，更是想通过这些高标准协定，把中国的制度型开放彻底锚定下来。讲到这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海南取代新加坡这个伪命题，你就会觉得极其肤浅，甚至有点可笑。在这个复杂且充满火药味的全球碎片化周期里，新中两国用实际行动给我们上了一堂极其生动的商业课。新加坡没有因为海南的崛起而恐慌，更没有搞什么贸易壁垒，人家反而通过资本注入、规则输出和航线协同，把自己深深嵌进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宏大叙事里。这是一条从马六甲海峡直达南中国海的制度化贸易长廊。新加坡很清楚，只要中国还在开放，只要海南还在发展，新加坡就永远能在这个庞大的系统里找到自己最赚钱的位置。2026年11月，中国要在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展示数字与绿色转型的最新深圳样板。而新加坡也马上要在2027年接任东盟主席国，甚至在2030年再次主办 APEC。 他们要在亚太舞台上继续长袖善舞。那么我想把这个问题抛给屏幕前的你，在未来10年迈向2040亚太新愿景的路上，你觉得是海南更需要新加坡的全球网络，还是新加坡更离不开中国的庞大腹地？这背后到底谁才是真正的赢家？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如果这期视频让你对地缘经济和新中关系有了颠覆性的认知，请务必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你的每一个点赞都是我们持续输出硬核干货的动力。我们下期视频再见。